这是伊朗很独特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皇帝少数统治多数。伊朗人没有一个人当中国大陆官，通通是满清皇族，你就知道这个很特殊。所以只要这一些人铲除的话，他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回归到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国会跟民选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没有，而是什么？他根本就是摆个样子的。这个总统啊，不是位阶最高，也不是权力最大。反正教士集团不用选举的，位阶最高，权力最大。那教士集团是靠他们组织的革命卫队来保护、来进行恐怖统治。那目前整个伊朗的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怎么分配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国家，因为伊朗的那个财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归革命卫队，30%归教士集团。你就知道这个集团贪污有多么严重。哈米尼现在已经正式的坐镇在地下碉堡里面了，要指挥全面的作战。另外一头，今天会持续来关心到是美国的航母现在逐渐已经要杀进波斯湾了。另外一方面，还有战俘454枚已经上膛，而且川普喊话了，他说伊朗啊核武已经正式的离他造出来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美伊在这个摊牌时刻，我们今天会来关心是会美国先打贪伊朗，还是伊朗先造出核武？今天会一起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是，伊朗现在正式的进入在全面作战了。刚刚提到的哈米尼，除了坐镇在地下碉堡之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不管是在地下，其实呢，伊朗它也有秘密的这个藏飞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多的量。那影子航空则是在这个天空呢，它走私各种的武器，所以现在武器得到的速度等等都还算蛮快的。另外就是核进度了，现在到底如何了呢？伊朗真能撑过美以的第一波打击吗？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美国的武器已经全面上膛了，不管是林肯号快要到波斯湾，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各种的战机，不管是 F-15或 F-35也都准备好了。这是第一波就要打贪伊朗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伊朗现在核武的进度，因为呢，川普在论坛上面已经直接最新放话，他说伊朗2个月内就可能拥有核武了。那美国会不会直接干脆先下手，把核设施放在第一波打击就把它处理掉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谈了很久的林肯号现在已经快要正式的开进在波斯湾了，预估在数小时内就会杀进波斯湾。现在欧洲的航空公司也都拉起警报了，要求说，航空公司啊陆续宣布不要飞往以色列跟波斯湾的航线了。另外一方面也被看到说，美国的运输机跟空中加油机也都逐渐的抵达在中东地区了。赶快来看到现在 X 网上面特别列出了美军在中东的火力网，一系列的从不管它的是航母、它的飞弹、它的巡弋飞弹到战机已经全面准备上膛。赶快来稍微盘点一下，包括林肯号搭载了6个战机的中队，并且有伯克级驱逐舰配备大量的战斧飞弹。现在预估呢，战斧齐射能力可以到358枚，如果再加上这个航舰打击群的话，可以高达450多枚。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战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F-35、F-15、F-16，甚至还有 A-10攻击机。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也是现在喊说已经全面备战了。伊朗的方面则是准备的是，除了哈米尼坐镇碉堡地下化之外，他们有武器的走私线跟核倒数。赶快来也列一下，伊朗现在全面备战做了哪一些准备？哈米尼现在已经在地下碉堡指挥作战，并且传出他已经在这个碉堡里面选好未来的接班人选，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下的基地也有各种的准备，尤其在7年前，他就已经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境盖好了这个地下的基地，主要就是用来储存飞弹、运送武器、支援伊朗跟他的附属民兵，更是向真主党来运送武器的重要路线。航空，我们来看到革命卫队则是透过民用的航空公司，他们可以规避各种的国际制裁，偷偷的走私各种伊朗所需要的，不管是武器、资金，甚至到设备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盘点一下，现在哈米尼已经正式进入到地下碉堡了，是全面备战模式。而地下化，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藏兵这些飞弹、影子的航空走私到核武的发展，这种拖不垮的战争会不会让美国进入长期消耗战？那美国这次寄出的各种武器，不管是航母、它的战斧 F-35是威吓
特还是准备开打？小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航空母舰除了福特号，它现在还在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都在这张表上，也就是尼米兹级的。那浅蓝色的，也就是最近有动态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在这个美国西岸的部分其实有动态的就是罗斯福号。那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林肯号，它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了。那实际上来讲，它的战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涵盖了伊朗了那另外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这一个罗斯福号。罗斯福号它已经从圣地亚哥起航了。另外还有一艘，也就是布希号。布希号它原来的位置呢是在这一个诺福克，也就是美国东岸的部分。它出海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态或消息，我们都应该怀疑例如说像这一个罗斯福号或者以及布希号都是后备准备要进入到前往波斯湾的部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张呢，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在22日，那也就是多天前这个林肯号它的一个400海里的一个作战半径，其实就已经接近了，那现在已经涵盖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讲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 C-17这种空中霸主的这种运输机，它已经从欧洲不断的像这个无论是约旦或者是这一个以色列进驻运输各种的装备那这种装备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来讲，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看到这一点，那也就是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最近15天，迪亚哥加西亚岛它都是这个被这个白墙也就是白云密布，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部分那有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可能的动作，其实都跟去年的6月17、5月之锤的状况有点像。不过这一次可能它的打击的目标点以及它的一个攻势会更为强劲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林肯号。那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像这张图它下面写的是艾森豪可是艾森豪现在才刚刚出发而已，它要到达地中海还需要最起码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应该也不是。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伯克级驱逐舰，因为原来在这个中央司令部辖下，在这个波斯湾这边原来就有部署，所以它也可以作为第1级的一个目标是，那也就是其实伊朗早就知道它可能会面对这种打击了，这个已经大概这个图片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也就是 BBC 当年访问伊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只截一张图它是一望无际的，通通就是它的它的地下掩体里面全部通通都是这些弹道飞弹。那另外他们还进行过校阅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面对这个伊朗可能的反击，就像当年5月之锤之后所遇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后面拖的白色尾巴的全部通通都是弹道飞弹。那这些弹道飞弹为什么后来对于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击？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由铁穹，其实它有更厉害的，也就是大卫投石以及剑士2式、剑士3式，但是那个造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剑士3式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已经高达了2000公里，剑士1式是1000。剑士2式是1000公里那也就是说这么多弹药的一个耗损，无论是2式或剑士2式或剑士3式，还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其实这一些累积起来都是天价，而且它的数量不足。至于说他们现在要攻击的这个，可能是就是有关于地下核设施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上一次被攻击的纳塔斯的部分可是现在他们挖了一个更深的，
也就是之前的碉堡克星的范围的攻击的有效范围更深的，那也就是这一块啊。那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急于动手，拿着一些就是伊朗内部的问题，然后就来做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遏制伊朗的这个核弹的一个研发。是，确实哦，川普已经说他预估2个月内伊朗就可以造出核弹。针对刚刚的同样的问题，委员要怎么看？美国大军调动有威吓的成分，也有实际要进行攻击的计划。但是这里面啊，真正的关键是到底美国的情报灵不灵？如果美国情报很灵，它会很迅速的进行攻击，那也可以很迅速的撤退。那如果美国的情报不灵，那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情报灵不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士集团的领导人大概有30个人名单是在美国的铲除的名单上面。比如说哈米，你躲到哪里，你能不能知道？尽管他地下碉堡，美国有钻地炸弹啦，有各种方式可以来进行攻击。如果没有办法把这30个教士集团的头目给铲除，那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是会一直存在。伊朗的问题就是教士集团贪污腐败跟动不动就是要恫吓其他国家的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革命卫队的头目也有50几个人那为什么说这50几个革命卫队的头目加上30几个教士集团头目一铲除以后，伊朗就会风平浪静，回归正常，因为这些人都是阿塞拜疆人，这是伊朗很独特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皇帝少数统治多数，伊朗人没有一个人当中国大陆官，通通是满清皇族，你就知道这个很特殊，所以只要这一些人铲除的话，他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回归到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国会跟民选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没有，而是什么？他根本就是摆个样子的。而真正的什么？这个总统不是位阶最高，也不是权力最大，反而教士集团不用选举的，位阶最高，权力最大。那教士集团是靠他们组织的革命卫队来保护、来进行恐怖统治。那目前这个整个伊朗的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怎么分配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国家，因为伊朗的那个财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归革命卫队，30%归教士集团，你就知道这个集团贪污有多么严重。对，所以面对这个状况呢，美国除了说目标可能要攻击核设施，目标可能也要攻击他的导弹库。但更重要的是铲除这80个人才是他美国的当务之急，而且这80个人在伊朗的社会里面也失去了他的威望了，所以现在铲除是个好时机。可是问题是你情报到底灵不灵像以色列在铲除真主党的时候，那情报准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你现在能不能对伊朗有这么准确的打击力？如果有的话，美国就会很快的动手而且这个动手。中国、俄罗斯又不能说什么因为中国、俄罗斯自己也知道，这个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已经到了满清末年了。是第一个你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你是外来人，第三个你透过回教去控制这个国家，反而大多数的伊朗人是被统治的只能选出一个没有权力的总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是给这个美国很好的机会，只剩下看情报灵不灵而已。好，所以美国的目标很清楚了，包括了伊朗的重要的80位领袖，还有导弹库跟核设施。尤其现在川普说了嘛，在2个月之内，伊朗就可以拥有核设施。所以美国会不会趁这一波的打击，首要目标就直接瞄准在伊朗的核武呢？还是有可能这个只是要打战的一个说法？杨老师怎么看？我们先看去年6月。应该是22号，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几个核设施，主要在3个地方，一个叫纳坦兹，这是最主要的核设施厂；另外一个叫福尔多，也是一个核设施跟研究中心；还有呢，一个叫布什尔的核电站，进行用 B2 轰炸机，用 GBU-57的巨型炸弹，就是穿下去。我们到时候那个时候都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种洞穿进去。
那当然，第一时间川普宣布是一个大的胜利。虽然后来我们听到美国军方有一些说法，说好像没有真的铲除掉伊朗的核设施，可是看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综合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评估，那觉得这一次的轰炸对伊朗是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核武发展的重创，大概过去这15年来第一次使得伊朗失去了制造核武的途径。那途径指的可能就是来源、设施、浓缩铀等等之类。那到底现在它还有没有核设施？我个人觉得应该某种程度还是有，还人员也有一定的存在。那有没有意愿或者是这个时机点再去重启？其实应该被轰炸之后第一时间他就思考到重启。这一阵子的内部的动荡会不会使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想要再重启？我觉得只有加速，因为他们知道对他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因此，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讯息了，以色列当然也看到了这些迹象。你人员的调动啊、物资的移送啊等等之类，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川普大概才会说2个月，但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作为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有时候这个程度跟细节决定很多东西。可是其实对川普而言那我觉得一旦有这种疑虑对一个像有核武准备的这种你的对手，你只能够用最宽松的角度来去做评估。你不要问太多的细节，因为一旦他真的有核武或者他做起来之后，那整个局势就改变。因此，现在他如果可能会打的话，我觉得大概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针对核设施，要阻止你现在继续去发展，那这当然消灭这种未来的隐患。那第二个当然一种警告，但这个警告其实跟打击的第2种可能也是，他除了核设施，他会不会去打斩首？对，或者是军事设施，那这些作为跟打核设施一样，其实也在推动政权的改变，也就是伊朗内部政权的改变。他不用地面部队，他用打核设施的名义，他用斩首的方式，然后推动伊朗内部的这种动荡，然后呢政权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保护美军的基地跟以色列，这个也就是说在针对核设施上面他的这个评估。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回过来看当初去年6月22号。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可以说只能这样评估，打得不干净，对，一定留下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呢，又有重启的可能。在伊朗的战情，尤其现在最新川普的放话要抹除掉整个伊朗那么伊朗现在则是喊出要圣战，洲际弹道飞弹预估他说了可以射程到纽约跟华盛顿。以色列的部分则是开始备战7000枚的飞弹，中国大陆则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来压境吗？中东的开战倒数，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波是真的会把它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的飞弹持续的搬进中东吗？那如果真的搬进来的话，美国的林肯号即将到的林肯号还是王牌吗？还是成为一个废铁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军武面的关注。再来看到是川普现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来就是林肯号也快要到中东地区了，他到底会不会按下一个开战的关键呢？还是演一出吓人的心理战而已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当伊朗喊着要圣战，以色列则是传出要对伊朗打7000枚的飞弹，这一场仗可能从哪一个点会开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还是以色列会来先做清算？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东战事随时引爆，因为川普已经说过，他很快就会下令对伊朗来做动手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只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来自以色列的说法，我们愿意承受来自伊朗700枚飞弹的轰炸，也在所不惜。确实，现在伊朗已经做好了这个完全战争的准备伊朗现在说呢，正在为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做足了准备，这是来自于最高领袖哈米尼军事顾问说的，并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动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你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了。接下来，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士兵上去，一起共同发起圣战。我们要来看到除了在这个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话，在军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动作了。目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伊朗在获得了俄罗斯的批准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高达10000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范围是足以涵盖在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的，这是来自于 X 账号的最新报道。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增调它的防空系统来到中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又有什么的新进展呢？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 X 的账号，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大陆的各种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飞弹在内已经逐渐的往伊朗这边送过去。X 博主 War 也特别做爆料了，大陆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陆的红旗9B 防空飞弹系统之外，还有至少16架的中国军用运输机直忙的奔往德黑兰。而川普最新发文，他也说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说，你们要把我暗杀的话，你的伊朗就会从地表被我们美国给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确实在军事上，刚刚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准备，美以在军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戒备跟部署。来看到的是，美国做的是最新向中东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的飞弹防御系统之外，还有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也抵达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美军的 F-15战机预估会集结总数达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号预估在这几天就会正式的到达中东，以色列也喊话可能会发射超过7000枚的飞弹，现在都已经对准了伊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巡弋飞弹DF-26等等，还有它的红旗9B 的话，真的进到中东，那么美军的航母，尤其是林肯号还敢不敢靠近？这些武器能够把航母给击退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还有美国这3个国家哈，真的是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3个国家情势有误判的话哈，极可能就擦枪走火。因为伊朗现在从上次的暴动事件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将它形容成一只已经受了伤的野狼哈。这个受了伤的野狼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现在正在这个也是在惊慌失措当中。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刺激，它可能反扑的力量是会很大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历来从几次的中东这个以牙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埃及国家或者是说阿拉伯国家对他发动攻势以后，他才采取防御式的反击。他通常都一定是先发制人，因为他的国土战略纵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伊朗有个风吹草动，那以色列会不会就采取以往的战略先发制人？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也处于在这个受伤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美国这时候对他有任何刺激，他会不会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对以色列或者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各个基地来实施发动攻击哈？那当然这一波来讲，我们从之前有听说过中国将这个这个红旗9这款导弹运送到伊朗，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为红旗9属于防御性的武器，它属于这个区域防空的一个导弹，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将它护卫到它的德黑兰或者是它核设施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来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防空。当然不可能达到全国都防空，可是对这几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只要防护它自己本身领导阶层，避免被斩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如果说将东风26、东风27，还有鹰击21这几款的这种大杀器，如果说提供给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为这个按照地缘战略来看的话，中国目前也不太愿意将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头，得罪美国因为毕竟来讲，美国是最大一个这个对中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不愿意不管在经贸
或者是地缘上面跟美国结下这么深的仇怨。那因为这几种武器确实是大杀器，如果说搬到伊朗去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航母我认为是确实是不敢靠近，因为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岛链附近了，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甚至于在南海那边，我们看到因为中国有东风这个26、鹰击21等等这些导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大概都在这个南海的南边这个很少靠近北边，因为他也担心如果说是万一一个擦枪走火，他会承受不住这些攻击。这几款的导弹有几种特性，第一个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没有办法去拦截的。第二个它都是会变轨的，所以你更难拦截。那你可以说这几款导弹有没有打给美国看过？我特别要讲，还真的打过，而且还真的打中过靶船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分别从中国的这种东南部会，大概是江西这个地方的导弹发射阵地，跟这个它的西北地方甘肃这边分别发射2枚不同款式的导弹。那在同一个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射，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这几款大杀器，我想说中国大陆不是在吹牛的，它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不愿意去赌这个。那在中国或许双方还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层通话来处理一些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如果说是美国来讲没有办法通话，那可能所要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会将这几款大杀器提供给伊朗。好，针对看起来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大陆或许看起来还是会特别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还是不愿意提供给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美国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刚刚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还有中国大陆给的武器之外，我们来看到美以现在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这时候川普也喊话了，他说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说有可能暗杀他的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情报他自己得到的情报。那他也说了，他已经下达命令了，一个密令，如果说他被暗杀的话，他就会把伊朗从地表上抹除掉。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发言。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来做准备呢？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国的官员自己证实的，向中东地区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防空系统，还有刚刚讲的反无人机系统 F-15战机林肯号，还有以色列的7000枚飞弹。林肯号都快要到了，川普现在是准备开打了吗？或者是说他还在等什么？那伊朗说他有可能发动的这个圣战，有没有可能扩及成全球恐攻？赖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川普讲的那个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因为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去把这个8800万人都杀光？这怎么可能？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包括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波及，怎么可能？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因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总统，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密令，把这个伊朗从地球抹平。所以这个是讲幼稚的话，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没有意义。而讲的这句话会不会就把伊朗吓死了？也不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的动作，把爱国者导弹、把萨德系统，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统装上去，把这个雷射反导无人机的系统装过去，这个都是属于防卫性的。防卫什么？当然就是要防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不管是在卡达、在科威特，到处都有这些军事基地。那问题就在于，因为伊朗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很准确的打击到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采用这种中程的精准式的超高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采用无人机，
都可以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放到这边来，所以这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攻击性的东西。您提到了有关于 F-15战机向中东集结25架，美国去抓一个马杜罗，一个人哦，跟他太太2个人，一男一女，就抓这个马杜罗，他就要出动航母战斗群，而且是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舰，然后出动多少战机呢？150架的战机，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预警机，啊，还有包括电子干扰机，再加上无以胜数的空中这个无人机。你想想看，150架战机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委内瑞拉，才抓2个人。你要用这些战机，就要把16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万人口，革命卫队就已经将近20万人，民兵还有60万人的这个大军，你说要用这一些一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再加上这几架战机，然后就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要，你姿态也摆认真一点，我就会觉得。川普，你认真一点，你真的认真一点。你在委内瑞拉你都搞这么大阵仗的，你到伊朗这个摆这个阵仗没有意义。那以色列说我用7000枚导弹打你，他这个是威胁性的。为什么威胁？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本来就是这个川普要打你，我还劝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导弹来伺候你，那这个还是威胁性。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并不支持川普在这一次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话啦，就是做一个防御性。他说7000枚的导弹准备对准的是伊朗。那他也说了，你伊朗随时打来700枚都没关系，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有没有可能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谁会先发制人？委员又怎么看？谁会先发制人啊？应该要看美国怎么发制啊，跟以色列、伊朗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弹道导弹的攻击啊？这个以色列自己来盘算，大概拦截个80%左右，还有200多枚可能会击中。那击中的时候是击中了重要的地方还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会击中重要的地方，9%击不中那个重要的地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攻击，以色列要不要承受？这以色列自己盘算。那从美国来讲，客观的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攻击伊朗几乎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对哈，因为他战略上不会去说我要消灭8000万人啊，或者什么革命卫队，他战略上只有2个，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头大概50个全部铲除，有没有这个能力？要看他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准不准如果像珍珠党的话，那准得不得了，那是50个教士集团头子可能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这政权都改变了。第二个革命卫队大概就50个头。这50个头如果一夜之间被消失，像那个叙利亚民兵一样，那就解决了。所以看他到底情报有多准，如果情报不准的话，那可能还要来个第2次、第3次，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战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卫以色列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那伊朗当然有很多的飞弹、导弹，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厉害，为什么？因为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很讨厌，加油啊，加燃料要加个1-2个小时才能够发射，它不是固态拉出来马上能够发射，这一点是它的短板所以液态的比较容易侦测那上一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本上美军跟英军没有出手，没有空中拦截，所以才比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导弹的数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对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场谣，要说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目的是不是要消灭伊朗？目的要铲除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的满清末年了，坦白讲撑不下去了
吃不下去啊。那至于刚才厉将军有提到说中国会不会介入，不会的啦。中国没那么笨啊，就扶持一个满清末年的王朝，绝对不可能嘛。何况那些武器都要中国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国，那这中国有本事啊，连台湾都不敢这样打了，还敢去帮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过，在台湾都不敢打，怎么可能去帮伊朗打？不可能。中东的战事，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即将要开打的前夕了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武器是已经全部逐渐的投入到这个在中东附近的战场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强势的它的强援抵达了伊朗，以色列只是慌张急求川普来突袭开战，24架的 F-15E 已经急奔中东了。中美军武巅峰对决，难道真的要开打了吗？今天会一起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来特别看，包括了现在特别提到了 X 上面的这个报道上面写说呢，16架的中国军机已经急奔德黑兰了，包括红旗9B 疑似也到位了。这个到底是军事援助，还是等于是中国大陆？难道会真的默默的下场吗？难道中东会出现第3股势力吗？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当作是没有看到吗？第二件事情是，伊朗在最近几天高调的放话说，他们已经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而且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这是真的吗？还是一种心理战呢？美以会不会因为这句话而被迫提前动手呢？美以还在等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也放话，他宁可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飞弹，也要推翻伊朗政权。这一种极限的挑战，会不会迫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介入在中东战事当中？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分析。中东现在火药味一触即发，伊朗难道真的不再被孤立，有了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的帮忙吗？正在悄悄的接收中国的军火吗？这是来自于 X 博主 War 上面特别做了一个爆料，说伊朗近期收到了大陆制红旗9B 的防空飞弹系统，并且在过去56小时内，至少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已经直奔德黑兰了。另外一方面，伊朗则是再次的对外宣告，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射程甚至他说直指美国的本土。这样子的一个测试虽然还没有获得外界的一个证实，但已经让国际社会非常的紧张了。而美以在另外一方面则是全力的在加强部署。我们现在看到说谈了好久的这个林肯号，现在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海峡，几天之内就会正式抵达中东海域了。外界预估说，一旦美国的航母正式到达，那么就是开战的倒数前夕了吗？再来就是看到 F-15E 的战机也逐渐到位了，从英国基地紧急空运至中东，数量预估会高达24架。再来看到的是4架的 C-17A 的战略运输机已经抵达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甚至是包括了我们看到 KC-130大力神已经落地在以色列了，疑似就是要运送军备的支援，美国要来特别援助以色列。而此刻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防长特别参谋长特别出来放话，他说已经为突袭战争做好准备了，只要能够推翻伊朗的政权，我们以色列即便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导弹袭击，我们都在所不惜。而伊朗的军事专家预估，美国跟以色列正在接下来筹划对伊朗发动的是混合战争。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国大陆的角色？难道真的会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吗？是否将中东推向新冷战？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而伊朗宣示它的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可以覆盖住整个美国的本土了，这是战略吓阻还是一个心理战？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在伊朗的这个情势的变化当中哦，看到这个来自于北京政府的一些操作，其实不难可以理解到。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已经看懂了川普在全球下的这盘大棋，真正的目标就是剑指中俄嘛。所以其实我们熟悉中国历史就知道，说当年战国时期，秦国那个时候要一统6国，他采取什么策略？他就采取远交近攻啊，就是对于我没有办法处理的，对于力量过于强大的，我就对他示好，跟他交朋友。然后呢，我麻痹他。我让他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剪除他旁边的羽翼，然后我把我周边能够攻下来的我都攻了。那等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力量巩固好之后，我再挥军向这个原本我的朋友，我就来开始面对他们了。所以你看到川普在处理委内瑞拉、处理伊朗、
处理这个格陵兰。川普几乎没有毫不讳言的在讲的目标，几乎都是剑指中国跟俄罗斯嘛。特别是像格陵兰，他不断的强调，他要拿下格陵兰，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北冰洋的航道已经部署了太多的这个装备在那里了，他们必须要遏制中俄哦。然后他拿下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占了全世界的55%了。大家想想哦，如果再让他拿下伊朗的话，他所掌握的这个全球原油产量绝对超过70%。那在那个情况之下，你说中国大陆当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啊。委内瑞拉的油大量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伊朗的亦复如此。那你更不要讲说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管是空中航线或者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位置，它其实都是站在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一旦伊朗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中欧班列马上就会受到冲击。那么所有的相关的航班，美国现在飞中东的机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美国的飞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这个上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领空。但是如果这个情势改变了呢，变成美国掌握了伊朗呢，那接下来对中俄来说，他们所失去的远远超过于委内瑞拉可以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北京也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采取更大的动作，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了。那你说美国这个时候要不要动手？美国早就动手啦。我们不要讲别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所有的伊朗的抗争行为都是 CIA 干的。就是我2020年在帮韩国瑜打总统大选的时候，香港莫名其妙就来一个反送中了，等到蔡英文当选了就不反送中了。所以呢，香港最近的审判都已经出炉了，这个背后这个引发骚动的是谁？就是 CIA 啊，还有谁？所以今天美国跟摩萨德把他所有在伊朗潜伏的人马，通通都投入了这场所谓的这个骚动里。但是在这个骚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个骚动没有推翻伊朗政府，因为这个骚动的群众他们缺乏一个核心的精神领袖。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哦，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各种报道说伊朗断网，可是呢，星链却成功的突破了伊朗的断网。各位。星链到了它上空，不是说你打开手机就可以连上星链的。星链在地面上要有接收站，要有发射器啊，那不是一台的问题，那是几千台。那几千台什么时候运进去的？就如果今天没有地面的这些接收跟发射器，就算星链的卫星全部集结在伊朗上空，打开手机什么都收不到的。那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哦，你说不是 CIA， 不是摩萨德，谁做得到？所以美国早就动手了，只是说他不敢打地面战而已嘛。今天以色列虽然讲狠话，他说我承受你700枚导弹。也在所不惜，对我打了你700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入侵我的国土啊，因为你离我有距离，而且我国土这么大，你要占领我整个伊朗吗？你要怎么占领？这现在也是美国的难题啊。他就算来了 F-15的这个战斗机，他就算运了再多的这个相关的装备，他就算林肯号到了那里，他还是要地面部队，因为那是伊朗，那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国家。你美国打伊拉克，美国打土耳这个阿富汗，要不要地面部队？要啊。他要大量的投入地面部队，所以对美国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两难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够在损失最小、付出最小的情况之下达成这个任务？那么我认为美国在评估当中，所以这个时刻中国大陆采取更大的动作，我觉得是有助于牵制住美国，让美国要重新思考。那你说至于说伊朗有没有洲际弹道飞弹哦？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啦，因为其实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来讲，你要帮助伊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有洲际弹道飞弹，不管是你给他，或者是你帮助他研发，因为只要他有了，他跟美国就是要做保证相互毁灭。那么美国就要想一想了，就我如果真的要发动战争，或者我让以色列发动战争，我的国土会不会受到你洲际弹道飞弹的攻击？这就是美国要考虑付出的代价了。好，这一场可能即将要引爆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涉及到了中国大陆跟美国，还有俄罗斯等等各个国家的武器的一个对决。那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了，现在美国在伊朗这边还是缺乏地面部队，不过现在眼前有包括林肯号逐渐要到位，然后再加上战机等等，有了包括伊朗的方面，他现在拿到的是中国制的红旗9B 等等，还有它的运输机现在运一些武器，真的能够有效的阻挡来自于美以的攻击吗？干哥又怎么看？好，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军用机军用的运输机有16架紧急飞往德黑兰。这句话我特别有兴趣，为什么？你知道，有16架军用运输机，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叫做战略运输机，不是那种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看到的那种4个螺旋桨这样巴拉巴拉巴拉那个飞不到的。为什么？它需要空中加油。
所以从最简单、最接近的基地，比如说从西安，或者是从那个国内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湖北的基地，直接飞到德黑兰的话，那一定要大型长程战略运输机，那就是运20，一次出动16架，很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中国大概目前有30架运20成军，一次飞那么多去，带的是什么东西？带的就是红旗9。大家可能对红旗9听过很多次，不太了解它。我可以告诉各位，红旗9就是类似俄罗斯的 S400，本来是 S300，但它的提升它的性能已经到了 S400了。有个国家在美国多少次警告的情况之下，他最后还是买了红旗9。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红旗9真的好用，它叫做埃及，好不好？结果埃及用了以后，真的说很好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在去年的12日战争之中，就验证给你看红旗9B 到底它的性能如何。听说他把俄罗斯的 S400的防空飞弹给击落了，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防空飞弹击落防空飞弹。天下有这种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告诉你，我红旗9B 的性能，它本来是仿 S300而来的，而达到跟 S400有相同的功能。结果我竟然可以拦截印度的、巴基斯坦的那个红旗9B，拦截了印度的 S400系统。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青出于蓝了。所以说，在那个战争之中，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枭龙或者是歼十打下了印度的标风战机，连防空飞弹都已经胜于印度一筹。而印度的那个原来的系统是俄罗斯的系统，所以红旗9B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这样你就比较了解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系统。红旗9B 现在是部署在中华神盾上面最重要的系统，也就是说海军大家所听过的055大驱或052D 中华神盾，他们主要的防空系统就是海红旗9，跟陆上的红旗9B 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主力防空飞弹、区域防空飞弹，射高30公里，射程300公里，然后它可以应付饱和的电子干扰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飞弹用16架运20，赶快运到德黑兰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赶快援助你。为什么？因为你原先用的 S300或是 S400俄罗斯系统，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新的威胁。什么叫做新的威胁？新的威胁叫做 F-15E。美国的 F-15E 是出了名的炸弹卡车。这个飞机一飞过去，身上带24颗炸弹。它飞到德黑兰去的话，它一丢，一架就丢24颗。这24颗可不是小炸弹，每一枚都是500磅的炸弹。一丢到德黑兰的头上的话，那你头就痛了。如果这次派了24架去，2个中队，这种炸弹卡车，它也不是自己就飞过去的，它也会面对很多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它也有电子压制的，所以这次他如果去的话，会不会被红旗9B 打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现在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到，不管是 F-15E 炸弹卡车，或是 F-35隐形战机，都会被防空飞弹打下来，只是远近以及多跟少而已。只要你第一次进去我拦不到，第二次你一定会被我拦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战争的一种艺术，就是说我们都是处于在时代尖端的系统。如果今天中国已经紧急运送了红旗9B 到德黑兰去，那现在 F-15E 真的跑进来要空袭德黑兰的时候，红旗9B 抓得到抓不到？刚开始也许抓不到，但你来第二次，我一定抓得到，就像巴基斯坦抓得到印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大概简单讲到这边，就是说，如果那个美国跟以色列要联合进行空袭行动的话，碰到中国的红旗9B，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
好，现在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都已经急忙的送到了伊朗这边去。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他也直接喊话，这是他的参谋长，国防参谋长直接说，宁愿承受700枚导弹袭击，也要推翻伊朗政权。中俄在这个时候会介入吗？苑老师怎么看？我们一般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就是说有一种顾虑，就是说以色列在前一阵子，就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挨了伊朗的导弹啊，非常多，上百颗的导弹以后呢，觉得大家都看到那个惊心，就是触目惊心的那些画面了哈，就觉得以色列这里被炸那里被炸哈。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以色列本身呢，现在是基于3个理由啊，它是对于这个伊朗的话呢是非要动手不可，所以他的参谋总长扎米尔啊，他的表现的态度非常强悍，而且以色列从以色列已经打了2年多了哈，这个以色列现在没有停的意思，就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啊，要把伊朗收拾掉。有3个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会攻打伊朗的主要理由就是以色列注意到伊朗的核能的提炼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被川普摧毁掉。这是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以色列的话呢，非常非常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再加上飞弹、导弹的话呢，它一定会对以色列发射。这以色列这样认为啊，实际上的话呢，也可能是对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伊朗的带头呢打代理人战争呢，那个叫抵抗之狐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基本上只剩下伊朗了。啊，其他的话呢，从哈马斯开始到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到这个叙利亚呀，到什么所有原来支持伊朗或是说伊朗拿钱在支持的代理人战争的话，现在都被以色列打垮。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说要把伊朗的借这个机会呢，就把它真正的打垮一下啊。所以说那个第3点原因的话呢，就是以色列认为是机会难能可待。这个机会的话呢是2方面，一个是川普在当总统，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伊朗前一阵子的话呢闹得很厉害，伊朗闹的原因啊，除了颜色革命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的话1个美元可以换到伊朗钱了140万呢，140万，所以伊朗人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普遍来讲是不满意的。不满意呢，那以色列呢前一阵子呢突然表现得出奇安静。就是基本上是在搞内部的这种联络了啊，那个摩萨德就开始动作，所以说这3个原因合起来的话呢，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呢，只要我能够抗得住第1波、第2波的导弹攻击的话呢，能够借这个机会让伊朗什么呢？不一定要让它消灭，也不一定要占领它，要让它乱，3个乱啊，所以说它就够了，以色列就够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东的战争是一触即发的。伊朗这一次祭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跟电战来封口美国。那另外一方面，包括了美国的星链现在也被打瘫。但是至今大家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林肯号到底到达伊朗附近了没有？到现在其实美国都还没有出手。难道美国这一次针对伊朗会选择放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看到的是伊朗现在内部的示威持续。大家也在看说美国会不会来救他们呢？美国是不是决定不救伊朗了？因为到现在仍然是看不到林肯号航母到达当地，而伊朗现在内部啊，靠着各种的断网，还有电战系统跟无人机，让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看不太到内部的状况，代表现在科技已经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来对这些示威者进行镇压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如果美国真的不出手，会不会等于就是让哈米尼的家族政权持续的续命呢？这个神权体制有没有可能再统治伊朗20年？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对于整体中东的情势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又如何看美国在中东的政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英国媒体针对于伊朗内部示威暴动所造成的冲击的最新数字统计。他说，对这一场全国性的血腥镇压，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6万人，是伊朗见证47年来最残酷的一次国内的清洗行动。而大家在关心的是林肯号到底要不要来救伊朗呢？目前根据了解，原本是停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是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了，现在预估已经转向印度洋，最快可以在3到4天之内就能够逼近波斯湾了。不过呢，在林肯号要航向这个伊朗附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号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时候特别开酸了。他说，川普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危机当中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军力的极限。就算他说呢，美国开上了这个林肯号到当地，根本不足以压制伊朗。他如果一旦做这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更不要说包括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盟友也都要川普不要去打这一场仗，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就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就只是光说不做呢，引爆了伊朗示威者对于美国的全面不信任。而真实案例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说了吗？针对这些示威者，美国会来营救他们。结果我们看到内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几天发生。38岁的这个伊朗示威者，他叫做希尔扎德，他是一名父亲哦。那原本他亲自参与这场抗议，就是认为说背后会有美国的箱艇。在这场示威活动中，他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当时伊朗的安全部队在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甚至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到达，没有想到他最后身亡了，也没有等到美军的援助，留下了一名12岁的儿子，发生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其实，在伊朗有非常非常多的个案，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报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就是林肯号迟迟还没有开向伊朗周边，已经重挫伊朗人民对于美国的信任了吗？所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威慑力？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暴动啊，伊朗政府多次对外说，他说这个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外部策动，内部的反对派啊，那么里应外合的一次活动啊。那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不会承认啊。不过，川普讲的这个中间啊，大概这个今年初开始，去年底开始啊，慢慢爆发的。其实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为伊朗的这个物价、通膨跟它的汇率啊，三者都变得非常的好糟糕，那让伊朗老百姓这个生活上感觉到大不如前啊，前景也不好。所以呢，开始是从伊朗德黑兰的大市场大巴扎开始的。那个有几个商家贴了标语，然后这些一开始就从这里开始，那结束也在这里结束。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在这个伊朗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刚回到大陆，有人访问他那个情况，其实他的感觉是伊朗从头到尾没有失控，可是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德黑兰地区。然后有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以他在伊朗见到的这种群众运动来讲，规模是中等的啊。那问题就是说，伊朗这个这一次呢，不是只有在德黑兰有这个抗议事件，伊朗30几个省，一半的省份通通动起来了。那这个动起来就变成有人说，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组织性的，有组织性。尤其你知道，伊朗这个靠近库德族的地区。有库德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跟伊朗中央政府在做对立的。那另外还有就贝鲁兹的部分，也是有贝鲁兹分离主义，那长期在跟这个伊朗中央政府作对的。那当然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组织、有目标的一种反抗中央政府的作为，当然动乱会比较大。那所以大概差不多有30几个省中有一半，通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还有一半没有事啊。对，伊朗是有120万平方公里、9000万人的国家，所以这次事件化，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它并没有燎原。那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是口头上的。对，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川普那个喊话，西方社会对于伊朗内部的反话，对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包括在这个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勒维总统的儿子，巴勒维国王的儿子巴勒维2世，也开始积极喊话，说你们必须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要继续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达到你们目的，不断的喊话。那西方媒体也帮他们一起造势那可是呢？到了1月8号，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
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川普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也就是说情势现在控制了，那些在内部再怎么样，在街头上抗争的人，你们不要怕啊，他们政府已经跟我们美国人直接在讲了。那一方面也是给予这些在街头上抗争的一种精神上鼓励，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找一个台阶下，并不是说我没有行动，我们支持你们，让你们在街头抗争，结果你们现在可能会被歼灭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些说法嘛，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跟你们的政府联系上。那可是这个事情1月8号以后，这个伊朗政府就革命卫队上街头，大肆捕人呐，而且那个时候死伤有人说2000，有人说4000，BBC 讲的最多 ，BBC 当时讲2000人，可是美国有人权团体说大概500多一点人，那到底多少的话不知道。可是呢，川普呢？就警告说，你们不能抓到枪毙的人。可是呢，到了大概十几号的时候呢，12号吧，川普又对外说，我告诉各位大家放心，这个伊朗政府已经同意不把抓到那个800个抗议者杀掉，不杀他们了。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就说，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必要用兵了，所以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政府讲好说，我们这个时候起义举事，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士政府政权把它推翻，那你们到是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到的话，请问你如果是参加这一次这个动乱的，这些组织，或者是你会不会对美国、对以色列，如果说他们就跟这个伊朗政府讲的是他们这2个国家在幕后策动，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挫折跟一种失望？对，好。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他目前都只限于口头，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行动。刚刚大使帮我们回顾了整个时间轴，所以导致了伊朗内部人民是对于川普有极度的一个不信任。那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内部则是持续的扩大在军事上面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限制，尤其现在断的就是网络。他们全国境内9000万人的网络现在政府是直接从8号开始直接打断，顺便呢，大家非常看好的就是美国星链神话也直接被打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1月8号那一天，伊朗它封锁它的网络30分钟内，竟然网络流量直接暴跌98.5%，等于是直接全国断网了，并且出动的是这个军规级的手段来干扰美国的星链卫星。CNN 说了，星链已经成为伊朗当局的封锁重点的目标，靠的是什么？来看到 CG 上，伊朗它动用了哪一些国家级的电战3连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射频再加上 GPS 的干扰，直接削弱了低轨卫星的连线，让这个讯号就变得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再来就是因为呢，星链它的经济门槛很高，过去2年之内，虽然说已经送了5到10台的星链设备到伊朗，但是对于9000万人口的伊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太少了，杯水车薪啊。最后是伊朗它无人机可以去猎杀这些星链系统，因为星链设置的地方太明显了，不管是在屋顶或空旷处，伊朗政府是直接派出无人机来做巡逻，就把这些星链给这个巡逻抓到所以这个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个使用者证实说，星链只能在部分地区勉强的使用，而且呢连线是很不稳定的。干哥又怎么看这一次伊朗全面断网，加上干扰卫星、出动无人机猎杀等等电战资讯封锁，对于这一次来说，是伊朗政府能够镇压民众的一个重要配备吗？伊朗已经要动用所有的手段要把星链 Starlink 给摧毁掉。就是要让人民没有办法把画面传到外面去。其实老实讲一句，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都很珍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走了几百公里才找得到可以让星链接收得到的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伊朗国内很少这样子的接收器，其实估计至少要10万台，你大概才没有办法封锁。
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干扰，它这方面，除了射频加 GPS 干扰，大家就想说，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啊，所以马斯克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你说他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动用到国家级的机器的话，它还是可以把它大部分90%以上屏蔽掉。这就是现在伊朗人民没有办法被外界所得知实际上的状况是最大的困境所在。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你这个 Starlink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卫星讯号你都必须是露天的，你必须架设在屋顶上，或是必须架设在空旷的地方，那很容易。伊朗政府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你听起来就觉得说，技术蛮先进的哦，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无人机来锁定阳台上的 Starlink 的接收器，这太厉害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这应该要讲成这是军规的，这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所以说，伊朗政府为什么能有效的在几个钟头之内，它就让星链传不出去这些讯号，就代表说它真的非常厉害。不过我要讲悲惨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伊朗现在国内目前的情况真的非常严峻。我只讲一个数据就好了。2022年大家知道艾哈米就是那一位进了警察局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女学生，是22岁的女学生。她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她死掉的人就有500人，被关押的人有2万人，到现在这2万人没有放出来。我想你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管川普你到底是口惠而实不至，对，你至少要去面对伊朗的确在用神权政治、神权政权在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到底是对的吗？我想海峡两岸的朋友们都应该多关注这件事情吧。好，陈杰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只说不动哦，那么代表说接下来哈米尼家族的政权会持续的续命吗？有没有可能再执政个20年？尚志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到底为什么不出手啊？最后其实就美国如果出手，真的能赢吗？真的能吗？那么动手真的有用吗？其实大家很多疑虑。其实大家不是说美国军力问题哦。伊朗是一个拥有核武、有8000万人的国家，它不是叙利亚2000万小猫咪啊。可是，所以一旦如果伊朗真的政权垮台乱了的话，到最后关头，核武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会流到恐怖分子。所以这次我们在思考这些政治跟军力的计算里头，其实还要思考这些像核武生成的问题哦。所以伊朗到底能不能乱？而且要知道，其实伊朗长久以来就是它是不是外力能够轻易摧折把它打破的？因为它跟所有的政权政治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穆斯林；第二个，它在伊朗的政权里头，它所谓的这种类似由宗教维系着政治。政治的核心不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什么选民投票、民众投票，它是宗教的信仰作为核心，它是一个大家长制。整个伊朗8000万人，你最后看这个国家哈米尼，它其实是一个难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大家长制，到现在都没有断绝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估算这种西方喊话的东西能够做的。所以，而且要知道政权的垮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以为就打没有，其实我觉得海明威有一句话在这次 BBC 的评论里头有提到，它叫做一开始是渐进的，然后要有个突发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在中东，在很多的政权的体制当中，它最后能够推翻政权，首先第一名能够成功的是叫做军事政变，第二个部分就是全面内战。通常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的政权才会真的推翻。所以，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抗争，虽然没有说很声势浩大，但是是商人、学生、基层来说，他们是为饥饿而战。他们不是真正的要推翻政治，而且这里头最大关键，我认为是什么？部队还是效忠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关键。而且抗争后续无力，他跟先军，因为你要在联合国制裁2015年到现在，哈米尼他们上层社会政权都还有钱东西吃，
真正没有能力持续的就是基层啊，所以这跟其他的民主社会的抗争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关键因素看得出来，美国最后评估不会轻易打的原因是这些原因。川普现在喊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的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虾，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啊、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高氯酸钠给伊朗，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
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哈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的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那个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这个能力。不过呢，他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好，同样问题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个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
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那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了，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哈。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哈，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这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帮朋友更新一下这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内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2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
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啊，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要得到相反的效果。